现在大家市场是不是都叫人家买两房？低总价好跑好卖或者什么？但我自己在看像你既然是自产的打算，你也是你买下来也是要卖给反正你就是卖给那些从两房蜕变出去的买方就对了啦。他们一定都被那个小两房的住家小两房的买方他一定都被收纳空间所困扰。一定绝对。那你就是准备一个中古电梯三房来等他们至少我自己就认为是这样，所以我都买这个那中古电梯三房又是中古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大，真的是大你那个走道你可能可以做一面架子那边到顶都没关系，你爱放你就放，反而整个房子干干净净一对夫妻可以住带小孩可以住带长辈可以住，看起来都不会很乱。当然我用这个生活起来乱不乱，东西多不多来说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你听起来很牵强，但是我就看那么多了嘛。先说结论由大到小，先求不输再求赢。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银行建价很低，那要怎么办？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新手要怎么锁定目标。今天这个也是一个观众来赖问我的那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那就拍支影片来讨论一下好，先讲一下状况，就是说这个观众手上的银弹是充足的，他已经瞄准好县市，然后行政区他也都挑好了这样，所以他是来问我说应该要买哪个行政区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首先不同行政区的房价真的会差别非常的大这是一个乐居网做的图新北市的涨幅。先说我弄这张图，我不是说我推新北我只是用这张图来说明一下而已。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张图里头涨幅最凶的是哪一个？土城，居然是土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但是在这个房价它的房价在这几区里面应该是倒数的，对不对？那淡水的房价是最低的，没错，但它的涨幅也是在中间值这代表什么？代表房价攀新高，不等于它的涨价的幅度最大。那当然你要再细一点讲，就是你要去看这些地区离蛋黄区有多远它住宅区的百分比有多少等等。像我们在看这种人家在分析什么房价涨幅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新房子旧房子透天什么通一起拿来平均那就会变成说有一个地方它有大量的那个预售开案那平均就会变高。所以这种图你自己要知道，就是自己知道要打个折啦。像你瞄准的是中古电梯大楼，它这张图应该是连什么新房子旧房子都一起拿来平均嘛，对啊好，这题外话。总之就是说，先瞄准地区，再收敛目标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先去观察说，这个县市里面各个行政区它涨幅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会长这样。这个时候你应该就可以收敛出来，在这个阶段哪一个行政区的房子它的胜算最大。而不是听人家讲说哪边又破新高，哪里又怎样，就心里很慌，就急着上车这样。我是不推荐这样子我们买房就是稳健嘛那就是已经要有一个剧本，然后把这个买房这件事搞得跟 open book 考试一样就一定会拿到该拿的分数。好，那当你瞄准好行政区一样，那接下来就看房子那怎么看房子这也要补充一个观念就是房子是有这个要怎么讲？什么位阶等级之类的这个我简单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先假设一个行政区的预售屋价格是 A，那15年的中古屋价格应该会跑作A 乘 0.9那20年的中古屋价格应该是 A 乘 0.8这个 0.9 0.8是我乱讲的，你不要站在外面站在那边算这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说它的位阶长这样，预售，然后15年、20年、30年，它就是这样一个像楼梯一样的那个阶层出来那我前面提到的 0.9 0.8那个就是你要去看那个地方那个区域的实价登录，能不能看熟了之后，你自己才抓得出那个0点几那个 0.9 0.8是我只是这样子表达而已实务上，比方说高雄，我乱讲，苓雅区、三民区，它的系数都不一样系数都不一样，你自己要把实价登录看熟，你自己就会有那个手感，你就知道说，
现在有一个20年哦，那根据你的研究观察哦，它应该要是这个新房子乘0.8哦，结果现在它的价钱是乘0.6，好，那你就应该敢买，为什么？因为你预期它会到0.8嘛，哦，这种功课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这房子本来就会有所谓的等级，好。这我再强调一次哦，那个0.9、0.8，这个是我举例哈，每一区行政区都不一样。像我高雄吼，这个左营区、苓雅区、前进区就不一样。你桃园、你台中吼、你新北，你要去自己去大量的去看当地的实价登录。有一个 app 你可以去看啊，叫实价好好查哦，实价好好查。你还没下载，你去下载，反正你就没事开出来，然后一直看，你就知道说，哎，这附近的实价登录大概长什么样子哦，什么产品的实价登录，它趋势大概长怎样？那个实价好好查，这个我也是几乎天天在看啊，没事那边看行情这样。好，那假设你现在遇到了一间15年的中古屋，开价是 A 乘以0.8，哦，明显低于行情。哦，那怎么样？上车啊，对不对？这就 Open Google 考试的重点就在这里啊！哦，上车啊！为什么？因为它在收敛嘛，哦，收敛向上。每个县市哈，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每个县市、每个行政区都不一样，你要自己去大量的去看那个实价登录，看熟之后，你自己就会有那个手感哦。啊，这个就是买房子的细节。我们之前会员影片哦，要付钱的那个才看得到的会员影片，已经有一直在讲哦，要怎么看新闻做房地产。那未来也会有更多这种实际操作的影片。反正会员影片就是这样嘛，就是拍一些不那么就比较干货，然后不那么方便公开的影片这样。好，那你要知道哦，买房子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叫做地段哦，地段。我们刚才的操作哦，顶多叫做不要买贵哦，不要买贵。哦，那你要怎样才会买涨呢？哈，就是说地段哦，你在前期的时候已经透过选择行政区，你去找到一个相对有潜力的地区，那你接下来就要观察它的变化嘛，你就是不要让自己买在高点啊。那你有做到这2步，然后选择一个有潜力发展的这个行政区哈，其实要输就已经很难了哦。那接下来就是看要赢到什么程度哈，那怎么赢就地段哦。我们每次房子要强调地段，也不止我强调，不是大家都说买房子就是什么 location 哦，讲3次那个好，地段好的房子它就是能够支撑房价哦，地段好的房子它租金就会高。哦，就表示说这个房的生产力就会高，哦，那自然房价就会高。例如台北市的雅房，哦，一间都可以租到1万块。那如果你去比较荒凉的县市，哦，1万块已经可以租整间空屋了，哦，3房2厅的那种。所以啊，你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找到一间地段好的房子，然后买来，哦，那接下来就是等那个时间带给你丰厚的回报。你看哦，我这一整套剧本啊，我有没有讲到什么？车道正上方2楼，哦，面中庭、暗房、暗厅，哦，景观什么都没有啊，哦，因为那些啊在地段面前都是比较次等的条件，哦，你地段好，你租金就会漂亮，租金漂亮，你房价就会高，就会稳，哦，就是这样。讲完了，哦，那我们今天讲买房新手要怎么锁定目标，那我的建议是先挑行政区，哦。其实也不是说你硬挑行政区，应该是说你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区域啊，你觉得会涨，大概就会往那个区域去前进，很难会出现说像我这种的，我明明就住台北，可是我都要买高雄啊，因为高雄我很熟悉，我大学有在高雄念这样，哦，所以我大概都知道，很难呐，这种像我这种是异类，通常都是。我乱讲哈，你住板桥，那你大概就是多看板桥，你顶多看到新庄哦。那你住台中哦的那个火车站附近，你大概就是看那一带哦。你很难哦有那个勇气跳脱到别的县市，所以你就是把你家附近的县市研究透彻就好了哦。OK， 好，那选择胜算比较大的行政区哦，然后再就是收敛你的目标，透过我刚刚讲的那个房子的等级哦，预售屋、新成屋哦，5年内的，然后跟15年、20年、30年，它就会形成像一个阶梯这样。那你就是去看你心仪的房子有没有那种很明显，就是你看就知道有漏了啊，就这个很简单，你实价登录有看熟，有一间那个地方的抛出来你就知道，哦，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哦。好，那再来就是瞄准地段，地段好的房子哦，好租，租金能够拉高哦，这点比较重要，这是确保你的长期生产力、长期的回报。哦，那至于其他的什么暗房、手枪房、鸡腿房、面中庭这些，我说真的，以自产的角度来看，都还好哦，都还好。
最后我想问你啊，你当初买房的时候，你是怎么瞄准你要买的区域？哈，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我想知道，大家在挑房子是怎么挑的？我想啦，大部分的朋友们应该不会像我们这么极端，我们就是在那边算投报率，所以屋况、屋龄什么什么有人没鬼，我们完全不在意。我说真的，我们这样子是异类。一般来说，以房地产的自产买卖来说，大家还是会去看那个房子，然后看了自己有喜欢，然后才去买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新手在买房子，我个人还是最建议什么？像我们不讲自住我们就是讲自产就是你自住已经搞定之后，你去做自产。自产啊，我最建议的房子的类型还是中古电梯大楼3房，3房就要有车位3房车位，是不是平车还好？当然，你机械车位，你机械下产，价钱就比较差嘛，那人家开休旅的可能就比较难考，这都再说。对，总之就是3房车位。好，我当然晓得现在市场中供应的量体很大，最大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2房，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建议说你自产，你还是买3房？是因为这个我前天才又跟那个朋友去看房子，就是那个我不是跟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很好吗？对啊，就我们有房子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会去看那个我说真的我是看好玩的，就是他们有客户要看，问我要不要一起这样。我先说结论啊，为什么我不喜欢2房？因为我们又去看几间2房，2房那刚好看到屋主还正在搬家的，就是他住里面。2房的问题在哪里？收纳绝对都出大问题，好几间了呢，我看的2房真的都这样呢，我只有看到那个就是空屋的2房看起来有点想象空间啊，不然我说真的，我看了2房，我在高雄看了2房很多啦，大概几乎都是就里面有人住的那种2房，新的2房跟那个中古的2房这个都有。这个我说一下那个2房的收纳会出问题，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它具体长做就是那个房子东西好多，好拥挤，你走进去人是要闪来闪去的。可是你仔细去看那个屋主的东西，他也没什么乱摆东西啊，这真的都是需要的东西啊。就一个电脑桌，然后也不知道摆哪里，就摆客厅然后电脑桌旁边还放了一堆药袋看医生还是什么的药袋。你说那个看起来像杂物，可是那个都确实是用得到的东西。2房的问题真的就是收纳，而且房子会乱我现在看到的只有1个人住的2房不会乱而已。好，为什么？因为它一间整个拿来蹲东西。好，就那个不会乱。我是在农16那边看的，那个是说这个屋主是做电商相关的。好，他有一间他就拿来出货这样。好，你2个人住，一对情侣没有小孩2房东西又放不完了，你就到处都是东西了，然后走路都要用闪的这样，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房子住起来怎样？很阿杂，很小。那比较好的2房的规划它的厨房有独立门，就是你可以拉起来，那个油烟什么不会出来。那现在新盖的2房是不是都开放式厨房？通常是大门打开，这边就是厨房，左边就是厨房嘛，然后就直接这样看过去，看过整个客厅，看到阳台，这样真的没有办法收纳。你2个人住，你东西又太多，因为会有一些体积大的东西，还会很占空间，叫什么？叫行李箱。对啊，
男的一个行李箱，女的一个行李箱，行李箱你要放哪里？好，那我已经在客厅哦，就我去看那个2房的客厅，我看好几次行李箱哦，2、3个就蹲在那里，那就吃掉那些空间。哦，这个真的是住起来，我敢说你不会舒服的啦。然后为什么那些2房都要卖啊？他们都是家里有新成员，就是小朋友出生，哇，东西更多。你那个2房2个人在放，都已经到处都是了，连厨房都被拿来置物，没办法，没地方放啊。哦，那个置物空间真的是。我现在看那么多下来哈，我认为是2房的致命伤哦，除非你就一个人住。我现在只看过一个人住的2房干干净净哦，你2个人住还没小孩的哦，东西是乱七八糟，这是乱七八糟。2房的收纳，主卧就那个衣柜嘛，然后2房就已经太小了，那个衣柜除了放女主人的衣服哈、冬衣被子以外，大概就放满啦，对啊。然后客卧就很小啊，很小也不能放什么东西，所以2房真正的储物空间会被搞到哪里去？我跟你猜，电视柜，就这样哦，真的，我看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就是那个电视不是有做电视柜，2房就已经在小了、然后电视柜又做很深，对不对？哦，那个又很深，然后那个碰椅啊、沙发又给它放很大，其实你空间再小，你就不要摆那么大的 L 型沙发，哦，那它就是摆了，好，那就是说电视柜就拿来收纳这些杂物，然后爆出来这样。哦，然后那个窗台边也都被堆满东西，厨房也是，其实，当然现代人开火比较少开火了，但是你厨房要放的东西体积都很大呢，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微波炉，哦，那个冰箱，哦，那个啊就是要有那个空间可以放，都已经放到没地方放了。哦，像我有一间啊，我自己有一间，我以前在住的时候，那个2房的厨房。微波炉我真的找不到地方放啊！我给它放哪？因为我要是放那个洗手台旁边，那没办法啊，那个要切菜要干嘛？那个不能那样处理，所以我给它放到哪里去？那个厨房真的太小了啊！我给它放客厅，微波炉放客厅呢。我按的还好，我没有在那边煮饭电锅，不然我想说我要是有用电锅，我也要给它放到客厅去啊！不要抖啊，就是这样哦。所以2房哈，我现在很明白了，致命的地方就是它收纳绝对都出大问题。你2个人住，你东西就是一大堆，真的是住到会很阿杂这样。至少我去看那个有人住的2房，我觉得哦，这个叫我自己住啊，我来住大概会被摆成这样。那3房就好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多1房就好很多。可能3房的规划，我现在讲的也是中古大楼的3房，也不是那个现在新盖的小3房哦，什么18平硬隔3房的这种，就是很平常的20-30平的3房空间。那你主卧、客卧，然后第2个房间那个空间都腾得出来。你要是住2个人，2个人住3房有什么不好？我跟你说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有一整间可以拿来蹲东西，那整个家住起来会舒服非常的多。这里就违背了现在大家市场是不是都叫人家买2房？第一种价好跑好卖或者什么？但我自己在看像你既然是自产的打算，你也是你买下来也是要卖给反正你就是卖给那些从2房蜕变出去的买方就对了啦。他们一定都被那个小2房的住家小2房的买方他一定都被收纳空间所困扰，一定绝对。那你就是准备一个中古电梯3房来等他们至少我自己就认为是这样，所以我都买这个那中古电梯3房又是中古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大，真的是大你那个走道你可能可以做一面架子那边到顶都没关系，你爱放你就放，反而整个房子干干净净啊，一对夫妻可以住带小孩可以住，带长辈可以住，看起来都不会很乱。当然，我用这个生活起来乱不乱、东西多不多来说，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你听起来很牵强，但是我就看那么多了嘛，对啊，所以我真的我要自产，我要自产3房，我不要再自产2房了，真的还没法度啦但是除了有一些特规的产品，2房的。就是也是中古那个2房好大我不知道为什么2房要做那么大，那个客厅超级之大，我都觉得再隔出一个合适没什么问题的那种大2房那就可以因为它会有一区被人家专门拿来干嘛，拿来囤东西，好那就可以。以前我也不觉得啊，然后我真的是自己就搬来高雄生活以后那个生活上东西真的是多我一个臭男生我已经很没差了呢，对啊，就我东西也都。我不喜欢多买那我也是就有用到我才会留不然我平常我都毛起来在丢东西的，
即使是这样，东西也是越来越多哦。那我的家人啊什么的东西摆下去，我就想说，我靠，这个两房怎么住？没办法了，所以两房收纳这是大问题，它体现出来叫做住得不舒服，哦，住得不舒服。所以啊，我就认为还是要电梯三房，哦。那讨论区很多，就在讲说什么三房没有未来哦，三房高总价，这个跟10大什么屁，那个你自己有住过，你就是知道。新两房我也住过啊，好，那个收纳起来都是问题啊。三房我跟你讲，真的是好很多啦，三房才是2个人一对夫妻真的是适合人类居住，还是要选三房这个自产的终点就应该就是三房，4房又有点太夸张，因为你买方很受限，你就变成3代同堂才跟你买4房我还是认为就是三房就是三房，跟你分享。但我说到做到啊，我也没有说什么一直跟你喊三房，然后我自己去囤2房，没有啊，我都用三房我相信啊，那个家里有新成员或者他接长辈他们就是只能换到这种房子就是我囤的这种三房的房子，为什么？收纳空间搞到最后都是这里有问题，收纳空间，不然你真的那个房子你不是不能住了啊，就是住了到处闪来闪去。那么 K 一下，那个东西又要掉下来真的会被你堆成这样。我看好多间应该有个7、8间的2房，里面有人住的都长这样真的都长这样，有点夸张好啦，跟你分享啦，反正我就是认为中古电梯3房车位这个东西很无敌，这真的很无敌，因为所有的族群都会想要那个一对小夫妻，他住2房住一住，他都要换他会跟你选。那要接长辈的他会跟你选那生出小孩的他会跟你选应该没有什么人有办法2房这样子住到老。那个老夫老妻嫌家里太大要打扫，应该也要3房这边我的证据还不够多，不过我开始在留意了，就是有没有那个老夫妻，然后他们怎么住这样。我是认为老人东西多，很多古董嘛，什么小孩子的小时候什么东西，那个要蹲啊，那种2房怎么蹲？应该还是3房即使是一对老夫老妻在住，应该还是3房。3房是这各种那个客群都有办法去接受的那2房还是买方受限。好啦，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高雄不只是高雄，桃园也一样，台中也一样，2房供应量太大2房的供应量实在是太大，所以3房稳健那你就把它买起来放，就等着这些需要更大空间的人，他就跟你买，就这样。